今天我們來深入解析一個能讓你真正擁有自己 AI 助理的開源項目 Copilot。歡迎來到 AI 學習筆記，咱們這兒呢沒有廢話，只講乾貨。所以今天我們就來一步步的拆解 Copilot，看看如何搭建一個完全由你掌控的自投管 AI 助理。我們直接看流程，今天的內容會分成這麼幾步。首先搞清楚 Copilot 到底是個啥，然後馬上動手安裝。接着是核心的模型和聊天軟件的配置，再然後是記憶和技能這些高級玩法，最後看看怎麼讓它動起來，把它变成你的個人 AI 工作站。好，那第一部分，我們先搞清楚 Copilot 这東西到底是個啥。官方給它的名字叫個人智能體工作站，聽起來可能有點玄乎，對吧？但其實說白了，它就是一個框架，讓你能自己動手搭建一個真正屬於你自己的 AI 助理。這裡最重要的一個詞就是完全掌控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不管你是把它裝在自己的電腦上，還是部署到雲服務器上，你的所有數據，你用的模型 AI 的記憶庫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你自己的，沒有任何第三方能插手。那麼它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呢？我覺得主要是解決了現在我們用 AI 工具時常見的幾個大麻煩。第一就是控制权，你再也不用擔心被某個大廠給綁架了。第二就是記性好，它用了一個叫 REME 的框架，解決了那種聊着聊着 AI 就斷片的尷尬。第三，它能全渠道在線，你可以在釘釘、Discord 這些不同的地方跟同一個 AI 聊天。最後，它還能學新東西，你可以用 Python 教它各種新技能。第二部分安裝，看看怎麼從零開始把它跑起来。動手之前，先看看你手裡的硬件夠不夠用。門檻其實不高，最基本的一個2核4G 的小服務器就夠跑了。但如果你想玩的花一點，比如同時跑好幾個智能體，那最好是4核8G 起步。這裡要特別說一下，如果你想玩本地大模型，就是那種完全斷網也能跑的，那最好有個蘋果的 M 系列芯片或者一塊正經的 GPU， 不然體驗會有點卡。安裝方法有3種，你可以看情況選。如果你就想快點上手試試，或者平時開發用，那一鍵9本最省事兒。如果你是 Python 老手，直接用 pip 就行。但是聽我一句勸，要是你想正兒八經的把它部署在服務器上長期用，那必須是 Docker， 穩定省心。好，這就是用 Docker 跑的命令。你看這一行命令裡最重要的就是這2個 V 參數，簡單說就是把容器裡面的 data 和 secrets 這2個文件夾跟你 server 上的文件夾做了個連接，不然你一重啟容器，所有的配置、記憶、API 密鑰就全沒了。當然，你要是不想折騰 Docker 也沒問題，用這個一鍵安裝腳本也特別方便，它會自動幫你把所有亂七八糟的環境以外都搞定，你就看自己是 macOS、Linux 還是 Windows， 複製粘貼。新開一個終端，輸入 Copilot App， 然後呢，打開瀏覽器，訪問這個 127.0.0.1-888 的地址，看到這個管理界面就說明成功了。我們後面所有的設置就都在這兒搞定。OK， 服務跑起來了，咱們進入第3步，核心配置。這一步就好比給你的 AI 助理裝上大腦和五官，大腦就是大語言模型，五官就是它跟你溝通的那些聊天軟件。你看，就在網頁後台的設置裡面找到模型，你想用雲服務，比如阿里的通義參問或者 OpenAI， 那就選它們，把你的 API key 填進去就行。或者如果你自己電腦上跑了 Llama 之類的本地模型，那就更簡單了，直接選它，連 key 都不用填。那到底用雲端的還是用本地的呢？用雲 API 好處是性能強、省心，不用管硬件；壞處就是要花錢。用本地模型呢，好處是完全免費，而且數據絕对安全，不出你自己的電腦。壞處就是對你電腦的性能是個考驗。好在 Copilot 這方面做得不錯，國內外的主流模型都支持，你怎麼選都行。接下来說說五官，也就是它能在哪兒跟你聊天。你看這列表，基本上主流的都齊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個場景，你在釘釘上給他安排個工作，轉頭在 Discord 上跟他閒聊，他完全知道你們剛才聊了什麼，他把你所有的聊天工具都打通了，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入口。配置起來也不複雜，咱們拿 Discord 舉個例子，
找到 Discord 這一塊，把 enabled 改成 true， 再把你的机器人 token 填進去就行了。对了，这裡有個坑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你必須去 Discord 的開發者後台，把一個叫 Message Content Intent 的權限打開，不然的話，你的機器人就是個瞎子，看不到你發的消息。好，基礎的大腦和五官都裝好了，接下來咱們來點高級的，進入第4部分。我們要讓這個助理變得更聰明、更能幹，給它裝上長期記憶和各種技能。說到記憶，Copilot 提供了2種搜索模式，默認的 BM25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簡單的關鍵搜索，比較死板。說實話，我強烈推薦你啟用混合搜索，因為它加入了向量搜索，能夠更好地理解意語。你就算問上次那個連不上的問題，它也能猜到你可能是在說某個具體錯誤。要啟用這個功能，你需要配置一個 embedding 服務的 API 密鑰，這會顯著提升 AI 調用記憶的準確性。除了記性好，它還自帶了一身武藝。你看，有管理定时任務的，有讀文件做總結的，甚至還能直接處理 PDF 和 Office 文檔，這些都是現成的，你裝好就能用，馬上就能幫你幹活。當然了，自帶的技能肯定不夠用。好消息是，給它加新技能也超級簡單，就4步。第1，建個文件夾；第2，把你寫的 Python 代碼扔進去；第3，寫個簡單的說明文件，用大白話告訴 AI 你這個工具是幹啥的。最後重啟一下Copilot，搞定，它自己就能學會新技能了。行，準備工作都做完了，現在進入第5部分，咱們真刀真槍的用起來，看看怎麼讓它幹活。Copilot 最酷的一點是，它不只是個等你問話的聊天機器人，你可以讓它主動幹活。比如，你看屏幕上這行命令，就是在創建一個定時任務，意思就是我建一個叫 Daily News 的任務，讓它每天早上9點鐘自動去總結最新的 AI 新聞，然後把結果發給我。這樣一來，一個自動化的新人簡報不就有了嗎？還有一個更好玩的功能叫新票，這個功能特別有意思，就像你的助理在定期給你寫工作日報，你可以在一個文件裡給他列一些問題，比如說我昨天都幹了啥正事兒，然後他就會到地兒自己琢磨，然後主動把答案發給你，是不是一下就有那個私人助理的感覺了？好，到這兒整個流程我們基本上就走完了。最後我們回過頭來看看，折騰了這麼半天，我們到底得到了一個什麼東西？簡單總結一下，你現在得到的絕對不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聊天人播人，你擁有的是一個真正屬於你自己的 AI 工作站。首先，所有權是你的，數據、模型全你說了算。其次，它有記性，能越用越懂你。再者，它打通了你所有的聊天軟件，成了一個統一的入口。最關鍵的是，它還能主動幹活，從一個被動的工具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助理。當一個 AI 的大腦、記憶和所有技能都完全由你掌控的時候，你第一個想讓它幫你做什麼呢？這個問題就留給你自己去探索吧。